这就是 UNI K， 是长安家族 UNI 系列的旗舰车型。其实这整个外观设计还挺天马行空的，无边界格栅。不了解这辆车的人，光看这车头可能会以为它是一款新能源车。大灯叫星际战舰式大灯，全 LED 的光源。这个大灯结合上格栅以及它雾灯的区域，尤其是雾灯的区域，确实会有一种星球大战的感觉。用了一个21寸马牌的轮胎，放在这个级别上，其实还挺出乎人的意料的。隐藏式的触控门把手，向车后收拢的侧面的线条，让这辆车的科技感和运动感得到了加强。车尾就更像轿跑一点，还有它这种贯穿式的尾灯、四出的尾排，以及还挺特别的高位制动灯，像是年轻人会喜欢的那种激进的风格。全系标配电动尾门，打开之后你们会看到好久没有见到的爽健健。看到旁边这个红色的箱子就知道，爽健健接下来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不在我们的身边。那它有一个好处啊，就是尽管爽健健这么大的头放在这里，因为它有流媒体后视镜，咱们不用担心。这是我第2次坐到这辆车里面来，每次都会觉得它确实是好看的，也是高级的。他们想打造的是智慧座舱的概念，但你也知道，就光坐进来，智慧不仅仅是看脸嘛。难道你没有感觉到一种未来的气息吗？未来是什么气息啊？吸引人的地方呢还挺多的。首先前面啊，它是3+1块的屏幕布局，这个常见于一些新能源车型上。其实45度下来，这1、2、3加上这一块有23英寸了。左边胎压显示啊，中间 AR 实景导航，右边流媒体后视镜显示在这个位置。所以说开车的时候，你可以用这块屏幕看看车外的状况，然后用中间这个中后视镜不能闲着，可以看看坐在后排那嗷嗷待哺的孩子。那就不能是看看后排你心爱的人吗？我心爱的人不在后排。坐在这里，视线和仪表盘是在一条线上的，那就突出了为什么这个方向盘上面要设计成平的，因为它不会挡住视线，并且呢，仪表盘中心点和道路中心点是形成一个13度的夹角，然后在看仪表盘的时候的低头速度会直接减半，这2个小心思就非常的小心思了。是一块12.3英寸的触控屏，还挺好看的。下面是您已打开空气净化。要得，没得问题。然后旁边是一个触控的可以调节音量的键，它整体的设计的界面和颜色的饱和度都还挺好的，就是它这个颜色就有点像是，比如说我们平时去电器城买电视机的时候，它上面播的那种屏保，就为了吸引你去买电视机，说我的颜色显示效果很好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另外呢，觉得设计用起来也挺方便的，它没有那种列表式的2级、3级页面，你每一个点下去之后都能够直接的去找到，哎，我要去点哪一个。另外这块屏幕是一块抗指纹的，这也是解决大家在用触控屏的一个痛点，就是你用它之后会觉得视觉效果上面它显示指纹并不是那么的明显。你看看我们重庆人多巴适，导航、蓝牙、车联网后贴升级可能没啥好玩的，但是呢它还有一个手势控制功能，就它里面会让你去学习几个手势，比如说我切歌的时候，快导演告诉我这首歌不好听，这歌太难听了。抽我干啥？就是下一首了。然后导演，你跟我说上一首歌好好听啊。上一首歌好好听，为啥还抽我呢？就上一首了。语音用的是科大讯飞的，识别率比较高。它内置的有3种语音，有一个女生的，一个男生的，还有一个重庆话的，可以完成很多操作。比如说啊，你好小安，请说吧。打开车窗。好的，正在开启主驾车窗。你好小安，来了主人。把空调调到最高温度。温度已经调到最高了。就大概是这样的。然后为什么我刚刚没有说重庆话呢？因为我觉得他这个重庆话少了一些精髓。因为我叫他的时候，他说的是“你好，小安”，我在呢，有何吩咐？那就是这种很温和的话，我们重庆人不这么说的。你叫我，你好，小爽。你要咋子？你要爪子嘛？你要爪子嘛？你瓜兮兮的。这，你们 PK 一下怎么样？可以什么？你好，小安。听得呢。把重新接龙嘛。好的，请听题。大耳少塞。这是个成语吗？塞是什么呢？认输不好吗？不行，不能认输。塞翁失马。超时退出游戏。
游戏结束，分次完成了，并论成语接龙。如果对它里面内置的这3种声音都不满意的话，没有关系，还可以录自己的声音、亲戚朋友的声音、老人小孩的声音都可以。然后你可以下一个 app 叫 Encore， 这边有哈，也可以扫码登录之后呢，在手机上录入自己的声音，录入完之后它同步到车上，就变成一个新的语音包了，高科技。另外受好评的是这辆车上的索尼音响啊，不仅仅是用来听音乐，比如说在我头枕这边的音响，除了听音乐之外，当有警示音的时候，它也是从这边发出的。比如说这个时候，当旁边有人跟你絮絮叨叨的时候，你就不用听天由命了，而是可以充耳不闻。你看这成语。最后是座椅，它设计的比较宽大，号称是太空舱级零重力座椅，也就是坐在上面就没有重力了。填充的比较柔软，并且呢支撑比较好。它后排的靠背角度是可以调整的，而且腿部的空间留得特别的足，毕竟这辆车的尺寸在这儿了嘛。接下来我们就把这辆车开上试一下啊。您已打开空气净化，打开流媒体后视镜。导演，你胸没拿，把胸拿一下。把这辆车的数据先摆出来哈。首先呢，这辆车用的是一个 2.0T 的蓝鲸发动机，最大233马力，390牛米，匹配的是一个爱信的8AT 变速箱。底盘方面用的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悬架结构，数据是很漂亮的。那么实际的操作呢，当然不一定是完全能够跟数据相吻合的。聊一下自己的一些感受。我觉得这辆车用2个字来形容就是舒适。比如说油门的调教，它不是那种一踩下去而立马往前冲的，前面1/3的反应是没有那么的及时的。另外呢是底盘的感觉，一个是它的底盘在过一些减速带或者是坑洼的时候，会觉得车身没有那么的直给，没有那么硬，坐在后面没有那么的不舒服。它用的是一个马牌的 MC6 轮胎嘛，这个轮胎也主打高性能，所以呢这个轮胎会给我们在开车的时候，尤其是在刹车的时候更多的信心。再就是它的 NVH， 我会以为这辆车的风噪在高速的时候会比较明显一些，但事实上体验下来，我觉得控制的还算是不错的。那这个实景 AR 导航呢，是在导航的时候它会投屏直接投到这个仪表盘上，因为仪表盘的位置也比较合适嘛，你根本就不需要什么 HUD 了，然后在上面就会显示各种行人啊、车辆啊，然后你要走的位置啊，既方便了我们开车，又方便了我们看路。那说到它的自动驾驶辅助功能呢，主要是2点，一个是ACC S&Go， 另外一个是 IACC， 就是自适应巡航里面叠加了像是车道偏离预警啊、防碰撞预警啊等等这些功能，它能够实现。比如说前面车停了，它这时候我在开启自适应巡航的状态下，我可以跟着前车停，前车走了，我再跟着它走。在前面你遇到一些自然弯的时候，这时候它会做一个减速，然后跟着这个弯道过去。一方面是保证安全，另外一方面是凸显它有多么的智能嘛。这也是我们认识的算是比较好用的自动驾驶辅助了。我们今天关于长安 UNI-K 呢就聊到这里。作为长安的旗舰车型。